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黎巴嫩外星基地。据说在黎巴嫩的山脉中藏着远古外星人的航空港。他们通过一种特殊的绘画的石头呢，与自己的母星建立联系。为了能够在空中准确的定位降落的位置呢，阿努纳奇人用金字塔作为航标。这难道就是古埃及人金字塔的真实作用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远古众神的航空港。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据说古罗马文明最伟大的神庙的遗址并不是在罗马，而是隐藏在黎巴嫩山势险峻的丛林深处。黎巴嫩发掘出一片古城遗址就证实了这一点。那里的神庙非常的坚固主体建筑群十分庞大，具有很显著的古罗马建筑的风格。古建筑专家莫迪莫惠勒曾经就感叹到说，这里是公元前8世纪晚期至公元前323年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亡之前的这段时期最伟大的历史遗迹了。现代的学者们企图通过对这块圣地附近的一些地方的文明的古迹挖掘来研究，来了解历史上为什么曾经会出现这里不同的宗教崇拜。经过研究就发现这里是以希腊罗马诸神为主的多神崇拜。这种信仰起源于更早的闪米特信仰，而后者又以苏美尔的众神为基础。因此要想要弄清楚希腊罗马的信仰之源就必须要回到苏美尔，回到吉尔加美什为寻找永生而走进的那一座遍布雪松的大山深处。在黎巴嫩的这一片巴勒贝克神庙的遗址中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里修建了一块巨大的平台，它是由巨大的石块紧挨着俯切而成。至于它的下面究竟还隐藏了什么呢？比如说地道、洞穴，甚至是更为惊人的复杂的人工建筑，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人敢弄清楚，因为谁也没有穿过平台钻到过下面去。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一支法国的考古队就发现了地下通道的存在，但却没能够进入藏在地下通道的迷宫。他们只是通过平台向下钻孔来证实下面确实存在着巨型的建筑。建造这个平台使用了很多的巨石块，其中一块的重量都超过1200吨。那么这些巨石是怎么被搬运到上面去的呢？在这样一片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没有路，也没有专门修建出来的通道然而古人的某个人似乎拥有某种能力。在马龙教派与黎巴嫩的先祖的一书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传说：黎巴嫩的山里有一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筑。亚当的儿子该隐在创世后的第133年在近乎疯狂的状态下修建了那个建筑。该隐以他的儿子伊诺克的名字来命名它，并把受到上帝惩罚的巨人安置在那里。因此在当地人看来修建他们的正是那些很早以前的巨人。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巨大的平台根据它的位置和布局就可以回想起布鲁斯克古壁上所刻画的图像：一个巨大的宫殿，四周的高墙，一个超级坚固的台基，穿过漏斗形的窗户而显现出像火箭前端的众神的天使，一个飞行的房间。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曾经第12个行星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们难道就是在这里建造了他们的航空港吗？据说在这个着陆场中安置了一种可以悄声说话的石头，它可以让天堂和地球交流，可以让海洋和行星交流。由此可见这些巨石可能是一种通讯装置。在1916年考古学家格里菲斯在埃及考古日志中就公布了他的一项考古发现。他在努比亚的金字塔之城发现了一个圆锥形的半圆形石祭坛，它在古代是被用来标记地球的中心。在一些古老的文本记述中亚历山大在来到埃及之后就匆匆赶去了西瓦绿洲的阿蒙神庙，他希望在那里求得神的旨意。而那一座神庙之后也放置着一个由宝石做成的半圆形的石祭坛。一位埃及的法老在他的金字塔中放了一个半圆形的石祭坛，这也是目前为止见到最古老的祭坛。那在这个金字塔中有一幅描绘着掌管阴曹地府的鹰头人身的冥神赛克的壁画。据说法老就是通过这个东西跟外界进行联系的。可以看出如果这些神殿中都供奉着一个半圆形的石祭坛的话，那么是否就意味着这些东西都有着特殊的功能？也许这个装置就是地球与天堂上方飞行器所进行联络的工具呢。更重要的是，这个悄声说话的石头所发出的信息人类是无法听懂，也不能够理解。西瓦的阿蒙神庙中有一个特殊的密室，它长180英尺宽170英尺。在这个密室当中有一个实心用石头建成的平台，和黎巴嫩巴勒贝克神庙中的平台十分相似。这些平台上曾经都有过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但谁也不能够否认当年安置在他们之上未必就不是那个通讯的石头呢。而这些石头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顺着它们呢，我们就来到了杜亚特，那里就是法老们一直在寻找的地方，有着通往天堂到达来生的阶梯。那吉尔加美什呢，也是在这里就踏上了他寻找永生的旅程。也许黎巴嫩呢，就是当年那个繁忙的航空港，那么经由它便可以直达天堂杜亚特。那这个天堂又在哪里呢？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地方——西奈半岛。有些学者们就认为法老在踏上那条艰难的通往天堂的路的时候呢，就是从埃及的政治中心孟菲斯一路向东走，旅途中呢就会遇到一连串长着茂盛的芦苇的湖泊以及沙漠，穿过沙漠之后就进入了山地，通过山地就到达了西奈半岛。这些推测呢也与金字塔文本中的描述十分相似。根据吉尔加美什史诗中对于永生之地提尔蒙的描述呢，提尔蒙位于死海的南端，附近有很多山，这也与西奈半岛的地理位置相吻合。除此之外呢，众神对恩奇都的判决呢，是将他送到提尔蒙附近的一个矿井里服一辈子的劳役。而西奈半岛呢，正是宝石重要的出产地，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第3王朝时期。那个时候的埃及人呢，已经发现了这一片矿区了。所有重要的研究都表明古代追求永生的目的呢，就是在西奈半岛的某个地方。沿着历史的轨迹在13000年以前呢，大洪水淹没了地球。阿努纳奇人重回地球之后呢，就只剩下了一个航空港，那就是黎巴嫩巴勒贝克的着陆平台。在其他航空港还没有修成之前呢，所有的飞船的起飞降落都只在那里进行。可以这样假设，当年的阿努纳奇们靠着他们的精湛的飞行技术，穿过崇山峻岭呢，把飞船降落在了巴勒贝克。近处呢是西奈半岛南部的高大山峰，其中最高的山峰呢叫做圣卡塔琳娜峰。所以把那里作为路标呢，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很容易让飞行员就辨识出南部的那一条基线，就可以在地图上以巴勒贝克为圆心以一条弧线穿过西奈半岛最高的山峰，在这条弧线和亚拉腊至巴勒贝克交叉的地方呢做一个记号，再画2条相同的长度的线，一条线连接着巴勒贝克和圣卡塔琳娜峰，另一条呢连接巴勒贝克和记号处，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可着陆的区域。所以当时的天神们来到地球就不至于迷失方向。后来的人们就发现在那个记号处耸立的正是埃及的金字塔。在埃及有许多金字塔类型的建筑，从北部的尼罗河入海处到南部的努比亚，都密集着无数的金字塔。那埃及的第一批宏伟的金字塔是公元前2650年第3王朝的第2任法老祖塞尔修建的，在孟菲斯西边的一个高原上，他让他聪明的科学家和建筑家给他建立一座坟墓。在那之前呢，皇室传统是在一片多石的地面上挖一个墓穴，把国王埋进去，然后用巨大的木石呢将墓穴盖住。而具有独创精神的建筑家呢，居然在原来的木石的基础上再一层一层的往上堆砌，一层比一层小，就形成了阶梯式的金字塔。在它旁边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的庭院里呢，还修建了各种各样不同功能的装饰性的建筑，有小教堂葬礼寺庙仓库和逝者的宿舍等等。然后呢，就用墙呢将整个区域包围起来。我们今天还可以在塞加拉看到该金字塔和金字塔周围的一些建筑的遗迹。那有了这第一个金字塔的先例呢，后来的国王们也很喜欢这种建筑，于是他们就开始模仿祖塞尔金字塔，很快就进入了金字塔建造的鼎盛时期。但传统的看法却认为金字塔是作为法老们的坟墓而修建的。有证据呢并不太支持这个观点。祖塞尔的金字塔里面有2个屋子，由巨大的木石板盖着。在1821年呢，学者孟纳托利首先进入里面后他就称他在屋子里发现了木乃伊的一部分和一些刻有祖塞尔名字的碑文。在1933年呢，又有人在金字塔的下面发现了2个长廊，那长廊里面有2个石棺，里面居然都是空的。现在大家都普遍认为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屋子里面所有的棺材和木乃伊其实都是后补进来的，也就是死者后来才被放进了那些长廊和屋子里面。但是在1928年呢，这一座金字塔的南边却发现了一个墓穴，似乎呢祖塞尔呢是被埋葬在这个南部的墓穴里面。那考古学家通过了一块仿海藻树的石板呢，进入了这个墓穴的地下走廊。这个走廊直通向一扇半开的门，穿过门就到达了一个巨大的围场，还有更多的走廊和一个地下的屋子。屋子里都是由花岗岩建成的，其中一面门上就刻着祖塞尔的名字、画像以及称号。所以现在很多的埃及学家们都相信
金字塔呢，只是祖塞尔的一个象征性的埋藏地，它真正的埋藏地其实是在金字塔的南部。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呢，金字塔只是一个纪念碑或者是纪念性的建筑而已。除此之外呢，第3阶段的金字塔里面也都是如此，不仅没有木乃伊甚至连石棺都没有。在这附近呢，还有另外的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金字塔的地下呢，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椭圆形的石棺，镶嵌在石头地板里面，里面呢同样也没有任何东西。古老王国的金字塔从来没有装过任何一个法老的木乃伊，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用来装国王尸体的。在国王们去地平线相似的旅程之中，金字塔其实是用来作为指向标的，且吉萨金字塔中没有留下任何象形文字说明，所以我们就认为呢，没有象形文字的描述，就表明它是在象形文字以前建造的，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埃及人建造的。有种观点就说呢，这几个金字塔就是阿努纳奇们重返地球后建造的，为了当他们航行过天空时金字塔起一个灯塔的作用。因为所有的金字塔的主体结构都是梯形的金字塔，都是仿造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塔西古努特。当来自天上的众神在吉萨试建了金字塔之后呢，他们可能发现他们建的金字塔的影子呢是曲折的，不能够精确的作为航标。于是他们在金字塔的外面又砌了一层光滑的表面，让它变成了真正的金字塔。又用了白色的石灰岩呢来作为真正金字塔的表面。就这样呢，准确的航标就做成了。当建立航空港的所有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呢，还需要一个较长的着陆的长廊，比巴勒贝克呢还要长。所以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前的一个航空港就选了近东最引人注目的山亚拉腊山做焦点。但是对于像亚拉腊山这一个较远的焦点来说呢，需要一个更清晰的地标因此阿努纳奇人就选择了夏买尔山作为了东南部的新着陆长廊的锚点。即使是现在呢，飞机场的着陆向导工具呢会发出电子信号，而将要降落的飞机呢会把这种信号转为一种声音。如果飞机在规定的轨道上的话呢，信号就会转换成一种嗡嗡声；如果飞机偏离轨道的话呢，信号就会转换成一种警告的嘟嘟声。我们完全就可以假设呢，在大洪水之后地球上又建好了新的导向设备。古埃及人表明呢，在着陆长廊的2个锚点呢，都安装了神奇的石头，也就是通讯设备。所以我们就可以猜测的就是，那些金字塔中的屋子呢，就是用来存放这样工具的设备。而这个谜团中最后一条线索就是狮身人面像。古埃及的碑文似乎表明呢，狮身人面像的下面存在着2个密室，以便让它成为通讯中心。在法老们的那个时代呢，认为狮身人面像虽然是用石头雕刻出来的，但它能够说话，也能够听得懂话。法老托米斯4世在狮身人面像的2个爪子中间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就写着很长的碑文，里面就说国王称呢，狮身人面像对他说，如果他要将周围的沙子全部清理干净的话，就会让他有一个很长的统治时期。狮身人面像当时就跟他介绍说我是创造了阿吞神的你的祖先。这些文本中将狮身人面像认为是神圣的向导，他引导着过世的人走向来生。而狮身人面像凝视的目光的方向是向着东边，沿着北纬30度纬线呢，这条线和耶路撒冷交汇的地方呢，也就是天堂和地球大门的所在地了，众神的航天港。而交汇点呢，则位于西奈半岛的中部平原。平原的开阔坚硬呢，为当时的阿努纳奇人的飞行器提供了理想的跑道。所以巴勒贝克、金字塔和航空港这些奇迹呢，无不表明它们也许就是来自于众神的创造。群山和沙漠之下呢，还掩盖着人类所不知道的神迹。但人类呢，一直在苦苦的追寻，在寻求永生和不凡的时刻，顺着狮身人面像凝视的目光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发现史前外星人的存在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